我是瓜皮儿，明日传奇前情提要。基丁恩通过笔记推算出了萨维奇的下一个出现地点。传奇小队到达之后，发现他在偷偷研究当年曾出现在军火交易会上的火风暴。潜入进研究基地的3人被捕，严刑逼供下，斯泰因交出了制造火风暴的定理。沃斯托克在没有稳定器的情况下和斯泰因强行合体，最后导致身体失控，基地被毁。同时，萨维奇也被干掉。在时光穿梭区摆庆功宴时，遭到猎人袭击，飞船不受控制坠落到了2046年的星城，随后遇到了绿箭侠。全新版本的绿箭侠朝他们身后射了一箭表示欢迎，然后众人被吓得四散逃窜。他像个 ADC 一样不停攻击，打得传奇小队毫无还手之力。好在有人读过兵法，他们选择了36计之。溜回飞船之后，瑞普告诉他们，当时和你们说对自己未来知道太多不是闹着玩的，这一下给你们吓坏了吧？听话，乖乖把飞船修好，然后带你们离开这里。汽车修理工带着物理学界大拿来修飞船。瑞普说自己有更重要的东西要修，这玩意儿相当于基丁的大脑，没了它我们是无法离开这里的。雷想起那时他们就在研究这东西，但现在已经不是他的公司了，所以偷东西的活交给了兄弟俩，外加萨瑞带路。修飞船的时候，雷和查亚拉不断调情，而且他们还是在公共频道公开调情。杰弗逊越听越生气，老爷子通过频道把他俩训斥了一顿，然后纳闷自己为啥生了这么大的气。想了一会儿才发现，原来是这小子吃醋了。杰弗逊告诉他，自己的竞争对手是一个拥有超级大脑的富豪天才和一个在一起几千年的真命天子。斯泰因凭借自己多年撩妹的经验告诉他，想要获得妹子芳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自信。大家都学着点啊。老爷子旁敲侧击地向雷打听他是不是喜欢查亚拉。雷纳闷啊，老爷子为啥这么问？他并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斯泰因再次确认了一下，最后得到的答案还是一样，老爷子终于放心了。过了一会儿，雷找老爷子谈心，感谢了他给自己的这些启发。他发现原来自己还真是有点喜欢查亚拉，老爷子懵了。偷盗4人组来到了当时被 ADC 袭击的街道， Sara 正在和大家介绍这里以前有多繁华。两边突然发生火拼，4人猝不及防躲进大巴内，社会青年在下面打架，绿箭侠在上面射箭，男枪一发子弹秒了他。 Sara 见状坐立不安，瑞普跟了上去。冰火兄弟想趁乱去抢银行，于是他们也走了出去。火拼的两拨人一看有陌生人出现，先抢了他俩的钱包再说。兄弟俩告诉他们自己没钱，然后他们的大哥出现，如果不交出钱包，信不信我让你当我们老大？然后摸了一下斯纳特，然后米克又摸了回去，一看没啥事儿，给你来顿小烧烤吧。小弟问他你哪儿来的这玩意儿，米克告诉他在某宝买的。解决到了他们大哥之后，米克篡位，斯纳特提醒还有任务要做，但他已经被纸醉金迷蒙蔽，他也只好将计就计。Sara 找到了重伤的绿箭侠，并且告诉他奥利弗才是真正的绿箭侠，你个抛该。小伙子一听原来你们认识啊，然后告诉他那是我的前任领导，有人率领大军袭击了这里，自那以后奥利弗就死了。 Sara 问他谁干的， I did。 丧钟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Sara 提到了斯莱德的名字，他摘下面具告诉他们那是他的父亲。二人没说几句就打算动手，但是他们人数众多，小绿箭侠向天上射了一箭，然后3人就飞走了。意外的是，斯莱德竟然有了孩子，并且继承了他的衣钵。而当年的奥利弗败给他们之后，这座城市被抛弃，从此变得暗无天日。瑞普插了一嘴，告诉萨拉，这只是时间线的一种可能。姑娘，你千万不要被迷惑。瑞普告诉康纳，我们要去趟斯莫克大楼，没时间管你了。康纳告诉他，那栋大楼里很多项目都被转移了，只有我知道在哪儿，你们还是跟我来吧。电梯门打开之后，3人来到了奥利弗当年的基地，这里早就今非昔比，变得破败不堪。在找东西的时候遭到了奥利弗的驱逐。多年以后他们相见，奥利弗露出了饱经风霜的面孔，埋怨着他和雷当年离开这里就再也没回来过。康纳以为他死了，所以这座城市只有他在孤军作战。奥利弗告诉他，当年的绿箭侠的确死了，告诉他们以前存放东西的位置之后转身离去。变成老大的米克十分享受现在的地位，斯纳特打算和他好好聊聊，但发现根本说不动这货。丧钟带着小弟出现，颁布了杀掉绿箭侠3人的通缉令。米克看着火大，站出来警告他，但发现好像这大哥势力还挺大的。人散了之后，兄弟2人吵了起来，但是萨若他们有危险，要尽快赶去支援。2人存了个档，准备过会儿再吵。他们来到奥利弗所指的地方，瑞普找到了芯片，但紧接着那伙人又冒了出来。由于人数众多，康纳应接不暇，冰火兄弟赶来清理了这里之后，发现小绿箭侠被掳走。他们得救之后，兄弟俩又读取了上次吵架的内容。米克想留下来在这里发展，斯纳特惊得跟鬼一样，知道说不通他，所以回到飞船后，斯纳特想着他应该冷静了，决定套个一下。米克觉得斯纳特变了，不再是当初那个和他有着共同梦想，决定一起做世界上最大坏蛋的人了。可是尽管斯纳特再怎么解释也没有用，米克不管不顾，一边哭着一边离开了这个伤心地。
，Sarah 又来到了奥利弗的基地，一番鼓舞之后，奥利弗重拾信心。丧钟把着康纳来到了当年砍下奥利弗手臂的处刑台。当他准备砍下康纳头颅的时候 ，Sarah 被路人甲带了过来，众人嘲笑他是个废物。真正的绿箭侠出现，也就是奥利弗，场面变得极度混乱，战斗一触即发。Sarah 在高地外清小兵，奥利弗远程攻击，康纳和丧钟对弈，他败在了丧钟脚下。奥利弗朝他射了一箭，告诉他爷来了。但他毕竟年迈，身姿早已不复当年。好在康纳的帮助下击败了丧钟，传奇小队全员赶到，参与到这场混战当中。战斗很快结尾，康纳把弓还给了奥利弗。回到飞船后，瑞普感慨自己曾经无论遇到的人状况有多惨，他都不会出手相助，如今也开始试着帮助他们。米克瞭望着被遗弃的星城，十分不舍，他开始忘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飞船在太空停留了1周的时间，米克因为没有东西可以烧变得暴躁，而且兄弟二人的关系也进入了冰点。瑞普把之前教授留下来的笔记翻来翻去的看，但始终找不到萨维奇的下落。他叛逃时间理事会，所以基迪恩不会再更新资料，下一站的目的地也不知道该去哪儿。但他接收到了来自外太空冥河号，也就是另一位时间之主的求救信号。瑞普其实也懒得管闲事儿，但如果接近那艘船，他们就能获取最新的时间线数据。全票通过后，瑞普疯狂按下了前进键。接近冥河号之后，大伙儿开始分工，雷开着飞船做代理船长，塔亚拉负责看着雷。斯泰因、杰弗逊、米克和瑞普一同前往。为了以防万一，斯泰因被留在逃生舱接应，其余3人前去打探情况。飞船里有过打斗的痕迹，而且没有光源，只能靠手电查看四周。他们遭到了时间海盗的袭击。这艘船前不久被海盗占领，但被占领之前，飞船的主人自毁了时光驱动引擎，他们是被海盗骗过来的。瑞普的名号曾经让他们闻风丧胆，可现在变成了阶下囚。海盗头头准备登陆他们的飞船，抢夺资源。瑞普开始说起文言文，把他们说得一愣一愣的。程波号收到了海盗头头的讯息，他威胁雷交出程波号，还把瑞普请了过来，以此作为人质要挟。然后大哥又开始说文言文。基迪恩接收到特定关键词之后，开始执行特殊任务，也就是攻击冥河号。冥河号遭到攻击之后，海盗头头下令追击。斯泰因和其余人通讯中断，所以他只能靠自己。潜入进飞船之后，顺利切断了他们的武器系统。海盗头头威胁他们不要做无用的挣扎。然后瑞普又开始说文言文。基迪恩又收到了暗号，程波号投放全息投影，成功逃跑。而他们被关到了临时监狱当中，还遇到了冥河号的前主人巴斯特船长。米克和瑞普起了争执，他感觉自己一直在被忽悠，他的弟弟甚至被忽悠的着了魔。瑞普一气之下说他只不过是个附赠品，因为他想招募的人仅仅只有斯纳特。米克心寒，决定出卖他们。来到海盗头的面前之后，告诉了他程波号的所在地。斯泰因在飞船里被守卫发现，两人躲进小黑屋里做了一些有氧运动，之后解除了监狱禁止，把大伙放了出来。程波号尾部遭到攻击 ，Sarah 和冷冻队长赶去修补。虽然他的枪在短时间内封住了缺口，但很快就会没电，缺口仍然暴露着。舱门自动关闭，在缺口完全封闭前，基丁无法打开这扇门，于是2人被困。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坐下来一块聊聊天。斯纳特心里清楚，米克是一个只知道动手不知道动脑的人，离开斯纳特他会很难生存下去。2人相互扶持，谁也离不开谁。雷穿上原子战衣来到了飞船外部，他的战衣没有考虑到太空飞行，所以氧气含量微乎其微。焊接过程中他多次要睡过去，查亚拉试图唤醒他，焊接完成，而他坠向深渊。好在战衣安装了自动导航功能，他回到了飞船。查亚拉以为要失去他了，卸掉他的胸甲，对着胸部一顿锤，最终醒了过来。接着收到了米克回到飞船的信息，基丁以为他逃回来了，所以控制着逃生舱带着他回到了程波号。意想不到的是，他身后尾随着一群时间海盗，两伙人意见不合干了起来，场面十分混乱。好在导演把多出来的时间海盗安排到了另一个地方，米克准备趁乱取走时光驱动器，Sarah 出走阻拦，两人不由分说的干了起来，一下子骑到了米克的脑袋上。敏捷型果然干不过力量型，Sarah 有点干不过的意思，好在斯纳特出现击晕了他。外面的小喽啰也被大伙清理得一干二净。瑞普为了帮巴斯特夺回冥河号，去找海盗头头单挑，2人不分伯仲，谁也打不过谁。很快瑞普就被遏制住了命运的喉咙，挣脱掉束缚之后，又给了他脑袋下，又来了个 WWE 的经典攻击方式，瑞普胜。冥河号也被收复。巴斯特船长为了感谢他，把冥河号的最新时间数据交给了他。萨维奇将出现在1958年3月俄勒冈州的和谐瀑布。事件平息后，查亚拉找到雷，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如何。听雷说些有的没的，想着还是把你的嘴给堵上吧。然后俩人打了个啵儿。
众人开会讨论要不要把米克送回2016年，但考虑到他们的家人都在那个年代，还是算了，实在没招，斯纳特只好亲自想办法处理他。来到了小树林之后，米克显得十分委屈，斯纳特告诉他，人是会变的，而你是个危险人物。他含泪扣下了扳机。我是瓜皮儿，明日传奇，我们下期见。